这几天，重庆燃气事件迅速发酵，蔓延全国。据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组通过现场核查、试验检测、数据比对、专家分析研判、典型案例实证等方式，逐条核实情况，现已查明重庆燃气集团等燃气企业存在部分市民反映的多计多收燃气费等问题。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其董事长职务。同时派出工作组入驻重庆燃气集团，对相关问题开展彻查整改。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通稿中说，燃气公司问题不少，比如人手不够，比如错超估超，比如组织混乱，比如政策执行不到位。但是所有的措辞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两个字：故意。所以，重庆多收燃气费这事不是犯错，而是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有关责任人该去的地方应该是监狱，而不是免职之后换个地方继续当官。也不能仅仅是全额退款，应该责令3倍返回，然后加以10倍重罚。经常逛商场的都知道，很多商场里都贴着偷一罚10，何况这不是偷，而是抢。这次不把他手剁了，下次伸进老百姓口袋里乱摸的人会更多。因为是国企，更应该重罚。如果这次犯事的是民企，老板肯定被抓，公司肯定破产，名声上搞臭，经济上搞垮。但是国企仅仅罚酒3杯，岂能服众？在宣传国企优越性的时候，可是夸赞他社会责任感强啊。2023年4季度，重庆燃气净利润暴增824%，同期的卖气量仅增长0.69%。人手不够，管理混乱，反而能让企业利润暴增，这让那些为政府站台的经济学家情何以堪？我家的燃气费每个月都是100元左右，上下波动不大。最近我发现这几个月我家的燃气费突然间达到了400多元，我感觉不可思议。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有1个月我根本不在家，家里没有任何人做饭，结果我家的燃气费依然300多元。我以为怎么回事呢？结果我发现很多家庭遭到了我这种待遇。后来我才发现我家的燃气表被动了手脚。后来呢，在网上不断发酵，燃气公司的领导被免职，燃气公司表示将退还我家的燃气费，结果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说，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赞誉，丧事变喜事儿。这难道不是犯罪吗？这难道不是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吗？燃气公司的领导说，我也是无奈的，这必定不是为我家收钱，我也是收到上面的指使，因为上面和我暗示土地卖不动了，其他钱收不上来了，公务员工资开不开了，老师工资开不开了，社保金发不出来了，你们这里出力吧。于是我就在燃气表上做了手脚，你把我给撸了，我感觉自己意难平，感觉自己难以接受。实际上类似的骗局难道还少吗？昨天我是不是说过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骗，与其说是骗，更不如说是抢劫，对不对？当然这不叫抢劫罪，因为它的方式不是暴力胁迫，但它就是赤裸裸的、毫无体面的、赤裸裸的去抢钱。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立一个桩子，然后就说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的收费站，是不是也是如此？与民争利，民怨沸腾。不仅仅是重庆、成都、西安、南京等城市的网民都建议全国的水表、电表、燃气表都该好好查查。重庆只不过是吃相太差被发现了，偷摸的搞老百姓钱肯定不是一家。有句话说得好，发现一个蟑螂的时候，其实一屋子都是蟑螂了。重庆燃气事件暴露出，在地方财务恶化的情况下，基层垄断民生行业已经开始动老百姓手里钱的脑筋了。现在土地财政熄火，地方和国企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歪点子了。随着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与民争利的各种无下限的事只会不断突破底线。潘多拉魔盒一打开，就在难合上了。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